今天是一个4+2的行程，就是开着我的布布，然后带着我的单车，4+2，今天我想要去看那个阿朗伊古道，就是它的应该是算是入口端，通常我记得没错的话，大家如果要走阿朗伊古道的话，会从台东端的南田，走到屏东端的那个旭海，那好像都会从台东这边进，然后从那个屏东那边出，那基本上我们脚踏车是过不去啦，但是我最主要我想要带大家到那一边去看一看，它其实是中间就隔着一条叫什么溪的，隔着一条小溪，跨过那条小溪之后，就变成屏东了，好，那另外那边还有一个装置艺术，非常有名。那待会我们到那边再做介绍。那我们就先带大家，在南田这边逛一逛，现在我们来到了南田了。然后南田这个公园还在弄，但是整个营区的部分都还在弄，甚至连洗手间都没有。然后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哇，超漂亮的！这是过去南回艺术节留下来的。我们稍微下来看一下。然后公园，南田的这个公园还在弄。那目前的话，第一个景点我们就先来到了这个南田公园的这一个，这个是南回艺术节所每一年都会有新的作品。那这好像是看一下，这应该是今年的没有，2024年的2024年的然后它每一年都会有在这个我们这个南回的沿岸都会有作品展出每一年固定会有。那什么时候会撤展？不一定，然后有时候作品它撤走的时间不一定。那今天是比较可惜的这个公园那其实之前我就有来过了。那当然那时候这个公园其实跟之前还是有些的差异啦那只是说它最近在整顿希望它就是它这边整个整顿整理完了以后成为一个营区，或者是可以休息的地方我觉得在这边都是非常舒服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往那个阿朗伊古道我们继续前进。哇，好可惜还在整顿采用比较慢活的方式用心去体会这一条南回南回就是照理讲应该会有一条从屏东接过来这里，但因为生态的关系所以中间这个阿朗伊古道就被保留了下来哇，超漂亮的，这个是南田2号桥
过去开车都不觉得这条路会有多远，然后今天骑单车进来就哇，这条路原来是这么有距离的。哇，前面还有上坡哇塞！好舒服哦。不过大家在画面上应该看不到哦。好漂亮！我们这一段我在用走的，因为真的旁边的海超蓝，下坡了。终于，哇，好漂亮哦！然后这次会之所以来南田呢，是因为过去有一次跟朋友，应该算是他们重机的车友啦，也算是我朋友，就是我同学。那他们就异想天开的说。不然我们来去看星星好不好？然后就六七个人，不止，对，好像是6、7个人，然后好像是6个人，我记得没错，6个人，然后4台重车，然后我开着我的轿车，然后就来了，然后一样是这边骑到接近阿朗壹古道前端有一个那个回转车道，那一边可以看星星。这边也有一个景区但是我看他们可以骑车上去，但是坡度还蛮陡的。那基本上这边不会有什么人今天像我今天也是利用礼拜六出来拍，然后分享给大家这样子。那最近老实说，我拍片遇到了一些怎么讲，不知道要分享什么给大家，然后。当然，点阅率一直没有说很好啦。不过，我觉得我还蛮希望大家在留言区有人多一点跟我互动，然后就是可能我比不上那些大咖的那些 YouTuber， 比不上，但至少就是带大家往这些比较稍微小众一点的景点那基本上如果太热门的景点，老实说拍了，我觉得跟大家拍的东西都太一样了，可能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这边又有一个坡度，稍微有一个坡度，达仁西桥。我应该下来拍给走，我走不下来，用走的看看。
现在接下来我用走的，我觉得这一段还蛮漂亮，达仁西桥。哦，下来用走的。哦，我是骑单车哦。好，给大家看看。啊，超漂亮的这海景。啊，有没有觉得超漂亮的？蓝田这边其实来的人不多，除了要去阿朗伊古道的人会来。那其实我觉得这边真的是生活步调很慢，然后又没有什么车，然后就可以感觉到，远离人群哦，至少不会去到哪里都人挤人吧。哦，这边是台26 90公里处，哦，我要入境台26 90公里处。哦，照理讲，台26在中间断掉的那一部分就是阿朗伊古道，过去也是有规划成台26，然后只是说因为环境的关系，然后那条古道，其实我觉得保留下来也好啦，但唯一缺点就是，台26就变成了非常的不完整，这是优点也是缺点。有没有这个海水的颜色，就是大家口中所谓的那种台东蓝，有没有超漂亮的？好，我们先继续骑好了。哇，有游览车司机在那边休息。这应该是在那种有预约要走那种阿朗伊古道的那种团吧。然后司机通常会在这边休息，不然阿朗伊古道那一个前面那一端是没办法让你大车停车的，连小车也没办法。里面只有一个回转道，回转道要进到阿朗伊的路口还有一小段路了。哇，这边超漂亮的。这样远远看到好多大车哦，那可见今天来走那个阿朗伊步道的还蛮多的哦。可是比较奇怪的是，这边应该是入口端啊，还是说他们从屏东的旭海，然后往北，往台东的方向走？因为我现在沿途看过去，就是刚刚有看到大车停在路旁边。哇，现在来到台26的89公里。快要到前面的回转道了。真的，阿朗伊小旅行一日游，哇，一日游很拼呢。我记得那种最快阿朗伊这样走的话，单趟好像也要3个小时。
那如果一日游的话，哇，那会很超哦。啊，到了回转空间了。哦，对，就是这边。哎，不一样了。过去的回转道是一片空地而已，现在还有弄成这样。哦，这晚上可以来这边看星星。哦，哇，是这一边。沿路都是这种碎石，然后我的胎压好像打得有点高。不行不行，其实呢，这一道我们要的那个地方，我记得没错，好像也不会太远。旁边都是那种林头，不行不行。Hello， 哇，还真的有人走路进来。这种天气走路真的很热。不行，好，哇！只不过这些都是那种石子路哦。那我昨天胎压打得蛮高的。应该要把胎压放，可是等一下放一点，我出去骑平路，我又很痛苦。然后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用的胎是1.95的。然后是最普通、最便宜的那款胎哦，我待会回去再找给大家看哦。其实我现在用的这一款胎非常不推荐，但是好像高雄又没有便宜的，然后好用的。哇，到了我们要的啊，这个装置艺术。好，我们到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哦，然后这个也是南回艺术节的其中的作品之一，好，那这边有一个告示牌，哦，这个叫遇见，哦，那它这个装置艺术是有关于海废的议题，哦，以海废下去作为主题，哦，哈哈，超漂亮的。然后这边风景也蛮漂亮的，然后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边就是阿朗伊古道的入口处，啊，就在那边，哦，然后这一条溪我记得没错啊，叫塔瓦溪。
哦，我没有记错的话，再确定是，隔着对这一条叫塔瓦西，哦，只要过了塔瓦西，过了这个塔瓦西，哦，就是屏东端了，就恭喜你来到了屏东。那再过来呢，这边是台东，所以是屏东、台东、屏东、台东，哦，大家了解啦，就在前面这一段，好，就这一段，好，这个就是塔瓦西，好，那目前溪是呈现干枯的状态，哦，枯水期，哦，那一端，哦，阿朗古道，哦，我记得阿朗伊，如果真的是当天呐、一日游的话，应该是基本上应该是只有单程，那单程的话，我记得至少要3个小时，那中间全部都是那种，除了一般的我们在沙滩上看到那种鹅卵石啊、砾石啊，甚至还有些部分，有些地方需要看潮水，然后抓紧时机这样冲过去。所以一日游的话，我觉得哇，那体力要相当之好。但是我在告示牌上也有看到啦，说要参加这种行程，自己的体能也要稍微斟酌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真的是很幸运的，来到我想看的地方。好，那这个就是南回艺术节的作品。然后我的单车。那南田这边还有一项东西蛮有名的，就是南田的沙滩上的这些鹅卵石。大家稍微看一下。我这样讲可能大家没有感觉，但是我稍微像这边就有了。基本上这些，还不能算说蛮漂亮，但是南田的鹅卵石，只要到沙滩上看，大家就会发现这边的鹅卵石都是超级圆的，圆滚滚的，然后它上面一定会有1-2条白色纹理，像类似这种。那刚这一块基本上它的纹理还不是说很清楚，通常它的纹理对比会非常的明显。再找一块像这种，有没有？它那个鹅卵石上面的那个白色的纹理通常会跟鹅卵石本身的对比会非常的强烈。然后所有的南田石基本上都是圆滚滚的，圆到你会觉得，这个石头是不是经过人工打磨？其实不是，它是很自然的经过海水冲刷、河水冲刷这样子。那基本上这边，离海边有一段距离。如果在海边上看到的，基本上鹅卵石都是非常浑圆的。好，那今天呢，达成了我其中一个目的。看到一个像这个，南田石的这种白色纹理，基本上会跟鹅卵石本身的对比非常的强烈。然后，今天的最主要目的地到了，然后我把我的单车牵一下，过来跟这个装置艺术稍微合个影，然后我自己也要很 gay 白的，我也要来合个影。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为我带来一些什么麻烦，但是基本上它入口处并没有说单车不可以进来。那如果有的话，也请原谅我，真的是纯粹想分享南田这边的美。不要说大家来就只是走个阿朗伊古道，然后走完很累就回去了，不要这样子，因为南田还真的很美。它保留了非常原始的自然的形态，没有太多的人工加工过，都是非常漂亮的。
大家看我骑车很轻松，因为真的进到里面还有一段路哦，所以大家自己斟酌哦。那今天是高温哦，今天基本上是30几度起跳哦，所以我觉得还是出来玩要自己斟酌啊，这边应该都是进古道的啦，因为刚刚在现场没有看到人，哇，超多车的。好，我们一路骑回去我们停车的地方。哦，哇，终于可以下滑了，冲啊！冲啊！哇！这边是台26 89公里处。这一段我说要拍给大家看。我调一下，好，我慢慢骑，一路下滑给大家。哦。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超漂亮的？超漂亮的啊！超累的。今天会累，最主要是高温啊，因为高温的关系，所以做任何事，反举是走路、骑车，甚至连开车，你都会觉得冷气都要打到最强哦。所以我的影片大家还是多多支持，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哦，让我有较多的订阅数哦，甚至说哪天真的哦能够有盈利的话哦，那我频道就会越做越大哦，不要只是局限于我们南部这一边哦。那其实订阅是真的不用钱啦，订阅只是说你关注了这个频道哦。并不是说订阅了就是要付钱，没有哦，所以大家多多支持。回到那个南田部落里，基本上部落就是这样，很简单哦。只是说这边这边的部落比较单纯哦，就这几户。那山上其实还有。只是说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阿朗壹古道的入口段。那下一次我们去拍屏东端的。
应该就会在屏东的旭海，也是阿朗古道的，应该算出口端吧。好，我们回来了，看到我的车了。但是我们可以进到，先进到公园休息一下好了。这边有树荫又回来了耶，终于。好，那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做个总结。那其实，阿朗伊步道我蛮想去的，但是因为考量体力关系跟时间，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慢慢体会这个阿朗伊步道。我不希望说一日单攻，那太累了。再加上如果要上班上课的话，你隔天绝对会是没办法，你可能要休息1天至2天之类的。好，那今天的影片就是这样子。记得大家喜欢我的影片，帮我订阅、按赞、分享，让我更多的动力可以做更好的影片给大家。那就这样子啦。